Hello，各位双鱼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吗 ？OK，首先呢这2到3周，我个人会感觉双鱼座的朋友们，你好像特别会在意发质这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可能特别去护发啦，什么换比较高级的发油啦，哈，或者是呢，比如说最近就特别在乎这种发型的造型等等之类的哈。就最近呢，你会在你的头发上面下蛮多功夫的，好吧？那有一些人呢，你们会趁机呢，就是去买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这种发油，或者是那种护发用品哈，也会蛮疗愈的，好吧 ？OK 哈。好，那第二个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双鱼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肺部到喉咙这一块地方 ，OK 哈。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有一些旧疾存在哈？这2到3周从肺部到这个喉咙的这个部分，要稍微自己多加注意一点点，好吗 ？OK 哈。好，那第3个呢，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这2到3周其实双鱼座的朋友们，你好像特别会喜欢红色跟黑色的搭配哈。这个搭配呢，不一定是要你服装的搭配，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最近用的什么彩妆盒啊，比如说什么粉饼盒啦、红搭黑啦哈，或者是比如说你就穿黑色的洋装啊，擦鲜红色的口红啊哈，就最近你很喜欢这种颜色的搭配我个人觉得蛮适合你的，而且非常有这个气场 ，OK， 所以你可以自行从服装饰品、配件、口红等等哈，还有指甲油啊都可以，你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去使用它，好吗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你的开场讯息，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4，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10。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双鱼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哦，请稍后哦。OK，双鱼座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等我一下哈。因为我在看你的故事非常有趣哈，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刚刚呢本来想说要再多一点时间，但是我知道原来后面的结果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 ？OK， 首先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钱币2，还有权杖1，然后还有这个愚人牌卡。我个人会感觉双鱼座的朋友们应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有一个蛮不错的好消息或新消息，或者你在培育的一个东西，好，比如说你的创业啦，好，终于准备好了要开幕啦，好，或者是比如说这段关系终于暧昧很久啦，准备要开花结果啦，等等之类的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而且如同你所想 ，OK 好，有点意外的好到有点像是如同你所想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对于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呢，你有很多期待，你有很多想要替这个东西规划的，或者是你也有很多你觉得你想要能够在这身上当中呢，不是在身上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觉得你很想去呵护、去保护它 ，OK， 比如说这是一段恋情啊，你想要好好的呵护它；比如说这是你创业啊，就像你宝贝一样哈，你一定要把它做好嘛 ，OK 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状态在过去能量场是不错的。不过呢，在这边呢有一个钱币2 ，OK 哈，这个钱币2呢是一个女生哈，她正在跳肚皮舞哈，然后左边呢跟右手边呢各有一个钱币 ，OK， 我个人会感觉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哈，我觉得唯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说哈，有些时候 sometimes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而已哈，隐隐约约会觉得说，我全部把这个东西压在这上面好不好啊？哈，就比如说我创业，我把我的身家都压在这里好不好啊 ？OK 吧？或者是比如说我如果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追求，这样到底好不好啊？哈，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啦哈。不过，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因为这边你有一点像是在考虑某部分的双鱼座朋友，你也会考虑你所失去的这个机会。OK 哈，比如说你创业了，对吧哈？那你就把所有身家投入啦。那你可能就既然要创业，你就会全心投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别的工作，或者是比如说你要进入这一段关系或这个合作，那相对的你可能就要推辞其他来邀约你的人。OK 哈，所以这是偶尔可能会让你去思考到的东西而已。不过大致上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发生。那因为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哈，你抽到的是圣杯1，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抽到一个圣杯8，然后呢还有一个圣杯7。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全部都是跟圣杯有关？
关的哈。然后呢，你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圣杯八，这个女生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好，千万不要这样子。好，来你注意看啊，这边呢总共有1、2、3、4、5、6，1、2、3、4、5、6个圣杯呢是站立的。好，那再加上这个手上这个是圣杯7，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边为什么会说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考虑你失去什么，就是双鱼座的朋友们哈，如果假设你这个是创业，或你被别人追求，或者是你在专心做一件什么事情哈，我个人会感觉你为什么会说先不要哈，不要再来烦我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你选项是蛮多的，比如说你不只有一个人追哈，比如说你不是只有一个工作的 offer 来给你，你可能要从里面选择 ，OK 哈。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个圣杯8加上这个圣杯1啊，象征的也是圣杯9，我会觉得你会明确并且理智的去选出你真正想要的。OK 哈，因为我觉得你会珍惜你手上所拥抱的这个，其实就跟这个权杖1的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小孩是一样的。你知道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你也知道说可能会做一些割舍跟牺牲。OK 哈，所以呢，这边有2个圣杯是倒下来的，所以你必须要拒绝那些真正想要持续跟你释出善意的人。那这边呢是一个圣杯7，这个圣杯7加这个圣杯1啊，象征的又跑回来这个圣杯8，所以我会觉得哈，如果假设哈，真的就是你这一次的双周能量刚好走在这个状况上面的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哈，你真的是哈必须要拒绝再拒绝。你知道为什么吗？哈，因为你看到你这边有3个圣杯是倒下的，象征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人会被你 turn down， 就是被你拒绝，被你say no，OK 哈。然后呢，这个站立的圣杯4加上手上这个圣杯，象征的是圣杯5，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不适合你的，必须被你推脱的哈，一定要去把它处理掉。甚至有一些人哈，你们会来来回回处理很多次，比如说你要离开你的旧东家，你的旧东家哈就一而再再而三哈，给你很多很多不错的这个条件，甚至在加码哈。所以我会觉得这边有可能是有些人为了要留下你，或者是挽留你，或者希望你能够来到他这里，可能会有拉扯的情况，而且对方是给你加码的哦。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其实蛮吃香的哈。那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4，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其实就是像是一对恋人一样，在这样来来回回拉拉扯扯有更好的机会，或者是你觉得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好像看起来也不错，这个就是考验你的稳定度了。你手上抱的这个宝宝，你手上抱的这个圣杯1，你到底有没有下好离手？你有没有下定决心？你有没有真正全心全意要投入在其中？这个就是你的挑战。所以呢，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注意看哈，你身边抽到这3张牌卡，我觉得非常有趣，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笑了一下哈。来，这边是一个这个什么钱币骑士，然后这边是一个钱币1，你有没有发现啊？这2张牌卡啊，其实它加起来哈，就是不好意思掉了，就是你过去的这个钱币2哈，你之前还会说啊，到底要哪个好？这样子不好吧？应该要那样吧？好 ，OK， 来到未来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你是很清楚的 ，OK， 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你到底要做哪一个选择，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啊，来到后面一点点这些纠缠或纠葛，或者是你心中放不下的这些东西哈，反而它就会拆伙了。OK 哈，所以我会觉得呢，各自会各自得到彼此需要的。比如说，你就选定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个人可能也认识新的对象，或者是比如说，你就选定跟这个新东家，那个新东家刚好也就找到新的人了。所以后面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奇妙哈，就你看到这些人是在这个舞台下面看戏的。OK 好，然后还在那边掌声鼓励，这样很开心哈。这个就有点像是说哈，这一出戏啊，这个闹剧啊，我就开个玩笑，比如说这个闹剧这一场戏啊，终于演完了哈，终于要落幕了。然后看戏的人看得很开心，上面演戏的人也演得很开心哈，所以我才会说，来到这里之后，这个钱币的这种很纠缠的这个能量场哈，就解散了。解散之后，这一刻戏就要下戏了，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10哈，你不要忘了哦，你在这边哈有圣杯7、8、9，你就要准备走向圣杯10，所以我才会说啊，你为什么考验你这2到3周的这个权杖4很重要哈？你有没有下好离手？你有没有下定决心？你有没有全力以赴哈？会引导你走来这个圣杯10哦。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这些能量场上面的细节跟内容，然后呢，也会来告诉也会来告诉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更多的这个症结点，好吗 ？OK 哈，好，双鱼座的朋友们，你可能要稍微等我一下哈，因为我帮你解一下。OK。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权杖9，哈，来，权杖9呢，加上你这个权杖1，象征的是权杖10 ，OK 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权杖10啊，有点像说，我说初步嘛，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去走，你大概有70%、80%心中是有个定数的，但是呢，你还没有全部扛起这个权杖10，所以这个权杖9出现的时候啊，有一点像是说那最后这一根权杖你要不要加进去？你有没有全心全意实权？我这样讲哈，权杖10有点象征圣杯10啊，就是说。你要得到
到这个圣杯十哈，你权杖十这个责任啊、能力啊，或者是这个，我觉得你的心甘情愿啊，要跟上才行。OK 哈，好，那这个权杖九呢，其实也会，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女生有点像是回头在看你，就有点像是说我真的要这么做了吗？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跟你形容这个东西，就真的这样比较好吗？我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啊？真的这个选项是对的吗？这个就是你在考虑的东西。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这张牌卡是世界牌卡，所以这张世界牌卡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新的世界啊，准备要开始了。OK， 所以你一定要运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做出一个选择。OK， 好，你已经差不多要跟旧的世界分离，跟新的世界结合了。所以在这个挑战牌卡权杖四这边，你抽到验证牌卡就是钱币十，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你看权杖十、钱币十、圣杯十，这是所有人最想要抽到的一个组合，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你呢到底是要不要下好离手？你到底是不是要因为这些情绪被左右哈？因为你现阶段的能量场全部都是跟情绪有关的，所以你一定要考量到这个权杖跟这个钱币的这种很实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会借由这个力量走到这个圣杯十的状态。OK 哈，那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月亮牌卡哈。那月亮牌卡我们刚刚有讲嘛哈，还有一张牌卡是这个钱币四，这个钱币四啊，象征的就是我告诉你下好离手的意思啊。OK 哈，这个钱币四下好离手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被你的情绪左右。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啊，你虽然偶尔会回头看看，我过去这些情绪啊、动荡啊、被纠缠等等之类，但是我觉得相对的有一个钱币四来镇压它，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OK 哈，好，那最后我们来抽一张牌卡来看一下宇宙跟天使有没有额外的补充讯息给我们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张牌卡呢，是说我们比的从来不是谁先抵达终点，只是问自己是否享受其中的每一步。OK 哈，这张牌卡呢，其实我觉得很完整的去诠释了你的这个钱币十，还有这个圣杯十。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一步到底是什么。OK， 我也不知道多久哈，你会走到这个圣杯十跟钱币十，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享受？就是说我既然做这个选择，那我现在就做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在跟你解牌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句话，他们叫我这样特别形容哈，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你在什么位置就用那样的心态去做事，这样就对了。OK， 所以你应该要去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做出的每个决定，你的位置、你的姿态，甚至你的身份哈。我觉得这个都有点像是在暗示我们双鱼座的朋友们哈，不要想太多哈，也不要去我觉得怎么讲？因为你这边有一个能量，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在吃你自己碗内的东西，看着碗外的东西啊哈。那当然不是说你这个人三心二意，而是说呢，你要去享受我当下跟这个人在一起，或我当下选择跟这个人合作，那我就全心全意 OK 哈。因为呢，我觉得你越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全心全意去投入的话，我觉得第一你会更享受这个过程，第二我觉得你达到终点的速度会更加快速，好吗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双鱼座这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我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鱼座的朋友们可以保持这个平衡哈，因为我必须再跟你讲哈，你这个权杖对上所有的这个圣杯啊哈，其实呢也会相对有一个冲动的这个意味存在。OK 哈，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稳稳的去做出最适合你的选择，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哈，不然这个所有的圣杯如果把这个情绪淹没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决定哦。OK 哈，好，那以上报告完毕，这个就是要给这个双鱼座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